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小蔬果，非常开心又能在这个视频里和大家相聚了。今天咱们要聊的主角，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又超受欢迎的食材土豆。我相信，无论你是烹饪高手，还是厨房小白，对土豆肯定都不陌生。土豆那香甜绵软的口感，真是让人欲罢不能。不管是做成酸辣可口的土豆丝，还是香浓醇厚的土豆泥，又或是外酥里嫩的炸薯条，每一种做法都有着独特的风味，让人吃了还想吃。而且土豆的口味鲜香，营养价值也相当丰富呢，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诸多益处。更难得的是，土豆的价格还十分亲民，真正称得上是物美价廉的好食材。就冲着土豆的这些优点，又有谁能不喜欢它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最近土豆的价格呢？就拿我们这儿来说吧，这段时间土豆的价格低到超乎想象，竟然只要3毛9一斤，是不是特别划算呀？我都忍不住好奇了，你们那里的土豆现在卖多少钱一斤呢？要是价格也这么实惠的话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毕竟土豆的需求量一直都很高，不管是炒菜、炖汤还是做主食，它都能派上大用场。所以这么实惠的价格，我们家肯定的多炖一些，留着慢慢享用。不过呀，囤货多了虽然吃起来方便，可保存起来却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。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土豆放的时间久了，就容易发芽，颜色也会慢慢变青。可能有些朋友觉得，这样的土豆稍微处理一下还是可以吃的。但实际上，发芽和变青的土豆是不能食用的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土豆会产生一种叫做龙葵素的有毒物质，食用后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，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中毒症状呢。那么，怎样才能更好的保存土豆，让它们保持新鲜，延长食用期限呢？别担心，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传授几个超级实用的小诀窍，让你轻松解决土豆保存的难题。在保存土豆之前，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可千万不能忽略，那就是仔细筛选土豆。我们要认真检查每一个土豆的表面，确保它们没有破损。像那种被挖伤的土豆，哪怕伤口很小，都是不能要的，因为这样的土豆内部的组织已经受到了破坏，很容易发生腐烂，而且在保存的过程中，还可能会感染到其他完好的土豆，导致整批土豆都烂掉。所以，在这个筛选环节，我们一定要细心再细心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只有确保每个土豆都完好无损，我们才能更好的延长它们的保存时间。第一种保存方法，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保鲜膜保存法。保鲜膜具有很好的保鲜作用，用它来保存土豆，既简单又方便。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，我们将要保存的土豆，一个个用保鲜膜包裹起来，在包裹的时候，要尽量把里面的空气排出，这样可以避免土豆与空气过多接触，从而减少发芽的可能性。同时，我们要确保将土豆紧紧地包裹在保鲜膜中，让保鲜膜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保鲜功效。不过，这种保鲜膜保存法也有一个小小的缺陷，那就是它的保存量相对有限，比较适合小家庭使用。如果家里人口较多，需要保存大量的土豆，那么这种方法可能就不太适用了。另外，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保存土豆，都千万不要用清水去清洗，因为如果土豆表面有水分，再用保鲜膜包裹起来，只会加快土豆腐化的速度。所以，在包裹之前，一定要确保土豆表面是干燥的。当我们把土豆一个个用保鲜膜包裹好之后，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我们要准备一个黑色的袋子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必须是黑色的塑料袋，不能用其他颜色的，因为土豆发芽主要是由于阳光长时间照射，引发了光合作用，再加上潮湿的环境，就为土豆提供了良好的发芽条件。而黑色塑料袋可以有效的起到避光的作用，能够减少阳光对土豆的影响。我们将包好保鲜膜的土豆依次放入黑色塑料袋中，然后把袋子口系紧实，同时挤压出里面的空气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土豆的保存工作。
最后，我们要把装有土豆的黑色袋子放置在阴凉的地方，避免高温环境，因为高温也会加速土豆的变质和发芽。使用这样的保存方法，只要我们隔绝了土豆发芽的所有条件，给土豆提供一个黑暗、阴凉且干燥的环境，土豆放上1年半载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了。第二种保存方法，需要我们准备一些家里常见的物品，一张纸巾、1包小苏打，还有一个纸箱。首先，我们将适量的小苏打倒在纸巾上。小苏打是碱性的，而且具有很好的吸水性，它可以吸收空气中的多余水分，保持土豆周围环境的干燥。接着，我们将小苏打用纸巾包裹起来，就像我们小时候装药的包包一样，把它折叠成一个纸包，这样可以确保里面的苏打粉不容易掉出来。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，建议大家制作2到3个这样的苏打包。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纸箱，可以是装快递的纸箱，也可以是装牛奶或者其他水果的纸箱，只要大小合适、干净整洁就可以。在箱子的底部，我们再铺上一层纸，可以使用家里孩子写完作业后不要的本子，或者旧报纸等材料。这些纸张也能起到吸收空气中多余水分的作用，为土豆创造一个干燥的保存环境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做好的苏打包放在纸箱底部的纸张上，然后依次将要保存的土豆放进去。在放置土豆的时候，每个土豆之间要留出一点间隔，避免它们紧贴在一起，因为如果土豆皮被擦伤，就会影响到土豆的保存效果，容易导致土豆腐烂。所以，我们要尽量保护好土豆的表皮，让它们在保存过程中不受损伤。当土豆全部放好之后，我们在上面再放上几层纸，铺好后再撒上一点小苏打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进一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，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潮作用。然后我们将纸箱盖上，上面再铺上几层白纸。这一步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有些纸箱可能盖得不是特别紧，会导致上面出现较大的缝隙。如果我们不再垫上几层白纸，空气中的水分就很容易进入纸箱，影响土豆的保存效果。最后，我们用透明胶把箱子封好，以这种方式保存土豆。如果家里土豆比较多，可以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纸箱，如果没有大纸箱，也可以使用小纸箱，分几次装入。无论土豆数量多少，这种方式都能有效保存土豆。装好后，我们只需将箱子叠放在一起，并确保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就可以了。第三种保存方法，我们需要准备一盆热水，然后放入2勺食盐。食盐可是有大作用的，它可以充分的杀掉水中的微生物等杂质。等水放凉之后，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泡上10分钟。这10分钟的浸泡时间，可以让土豆表面的一些细菌和微生物被杀死，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豆发芽。10分钟之后，我们把土豆稍微清洗一下，拿出来用毛巾擦干水分。这里一定要把水分擦干，因为如果土豆表面有残留的水分，在保存过程中就容易导致土豆腐烂。擦干水分后，我们把土豆放到一个黑色不透光的袋子里，为了更好的吸收多余的潮气，我们记得再丢几块餐巾纸进去，这样经过腌咸处理后，土豆就不会那么容易生芽了。使用这种方法保存土豆，也能让土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新鲜。第4种保存方法，我们可以随便准备一个好的塑料袋，只要这个塑料袋没有漏气和破损就可以。接着，我们将需要保存的土豆依次放入塑料袋中。这里需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，不建议在保存土豆时将其清洗干净，最好保留土豆表面的泥土，因为土豆表面的泥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土豆，减少外界细菌和微生物的侵入。土豆装好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个水果，最好是熟透的苹果或香蕉。我们将这个苹果放到土豆的中间。为什么要用水果来保存土豆呢？这是因为熟透的苹果会释放出乙烯气体，而这些乙烯气体可以有效抑制土豆发芽和变绿，所以利用这个原理，我们可以让土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新鲜。放好水果之后，我们将袋子收起，完全挤出里面的空气，然后系紧袋口。
虽然这种保存土豆的方式效果很好，但在保存土豆时，我们一定要仔细挑选所保存的土豆。所保存的土豆表皮上不能有破损、腐烂或坏掉的地方，确保每一个土豆都是完完整整的优质土豆。只有没有任何破损的优质土豆，才能以这种方式保存，从而达到较好的保存效果。使用这种水果保存法，可以保证土豆在半年内不坏哦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保存土豆的小方法啦。这些方法都非常简单，但却特别实用。相信只要大家按照这些方法去做，就一定能够让土豆保存得更久，保持新鲜。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，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再为土豆的保存问题而烦恼。如果您学会了这些方法，别忘了收藏、转发、分享哦，让更多的人也能受益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，我们可以一起交流，共同进步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为大家准备的每一个实用小知识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